嗨，我是贝果儿。作为微波炉、烤箱、平底锅三系全面发展的不知名美食 UP 主，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决定来个年货小零食3连大放送。第一期烤箱版，让我们来用1个万能面团一次性解锁4种饼干：坚果香浓的杏仁钻石沙布雷，清新回甘的抹茶核桃小雪球，滋味醇厚的可可雪山小曲奇， Jerry 最爱的奶酪蛋香小饼干。做饼干最常见的顺序呢，就是黄油软化，加糖打发，加蛋乳化，加粉拌它。这个操作叫做乳化法，但其实还有个沙化法，可以帮你省掉打蛋器，彻底告别水油分离，只要1双手就能全部搞定。来，所有面粉过筛，遇到这种分量大的时候，先筛到1张油纸上，再一股脑倒进碗里，可以有效避免妈见打的凌乱现场。黄油不用软化，切小块丢粉里，直接上手，揉搓碾压，直到黄油块都消失不见，纯白的面粉被染上浅浅的黄色。这种指缝间流过的沙，就是沙化操作的精髓。接着往沙堆里筛入糖粉、杏仁粉，倒进1个鸡蛋液，再次上手，揉匀压实，转到台面，用掌根之力推挤成团。不用打发也不用软化的万能饼干面团就搞好啦。下面进入变身环节。万能面团分4份，每份大概230克的样子，其中3份敷个保鲜面膜，排队等待，剩下1份搓成长条。想要揉得更均匀，我来给你支一招。隔着油纸，一手用刮板或尺子往前推挤，另一手把下方油脂轻轻回抽，哒哒，够圆不？裹好衣服，冰箱冷藏，定个型。取出圆柱，展开油纸，在一端撒上白砂糖，给它刷点水做保湿，再往糖堆里面打个滚，穿上 bling bling 的外套，切片，摆进烤盘，再用力镶嵌1颗小杏仁，送进烤箱150度烘烤20分钟左右。这款杏仁钻石沙布雷，外层沾着的砂糖颗粒就像是闪闪发光的小钻石，一口咬下去，杏仁香、饼干脆、砂糖酥，多重风味共同交融，让你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第2份面团，加5到6克可可粉，同样的搓衣服手法揉匀，再把30克杏仁片揉进来，捏成一条三角柱，裹上衣服，冷藏定型。取出来切成片，150度20分钟左右，再到融化的白巧克力里蘸一下，可可雪山小曲奇就做好啦。可可浓郁，杏仁脆韧，白巧醇厚，层次丰富而立体，造型讨巧又有趣，满满的冬日氛围感。第3份面团，加50克芝士碎，我用的是烤披萨用的马苏里拉芝士，随意揉一揉，装进这种密封袋，先留个小口，擀平擀匀，再封上小口。这个扁扁的小方片也进冰箱定个型。取出后剪开袋子，切成3角，找一根奶茶或咖啡外卖多送的吸管，随意扎点小孔，做成 Jerry 最爱的奶酪形状，刷层蛋液，送进烤箱150度烘烤18分钟左右。晾凉后，这款奶酪造型小饼干口感特别脆韧，
马苏里拉被烤得金黄，嚼在嘴里是满口的蛋香、奶香和汁香。最后一份面团，加3克抹茶粉，搓匀，再加15克核桃碎，裹上保鲜膜，大致整成长方形，还是冰箱见。取出后，横竖各4刀，分成25份，每份大概10克的样子，揉成小圆，送入烤箱，还是150度18分钟左右。出炉后，趁热用抹茶糖粉上个妆，晾凉后如果妆花了，可以再撒一层定个妆。清新酥脆的抹茶核桃小雪球刚好是1口大小，香浓中透着轻盈，微苦中带着甘甜。如果你喜欢更清爽一点的口感，其实它素颜的样子就很好吃了。没有烤箱？不要急，投出你的2个币，别忘了还有续集，微波炉和平底锅等着你。我是贝果儿，下回见。给我半包糯米粉和一把红糖，我就能为你变出全世界。哦不，是变出一份 Q 弹甜糯的广式糖不甩，加一份外脆内韧的川式糖粑粑，再加一份温暖熨贴的日式年糕汤，还有，额外再送一份能拉丝的红糖芝士糯米糍，以及一份会流心的红糖冰淇淋大福。你说，是不是相当于变出全世界啦？其实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去年，在我怀胎10月之际，我的母上大人为了让我做一个温暖舒适的月子，特意为我准备了一些红糖。时隔2年，而这桶红糖还原封不动地蹲在我家冰箱和料理台的夹缝里，寂寞的叹息呀，再不用就要过期啦。好歹也是母上大人的一片心意，总得寻思着做点啥呀。刚好家里还有半袋元宵节做汤圆剩下的糯米粉，一个糯叽叽，一个甜滋滋。美食 UP 主的直觉告诉我，这对 CP 好像能擦出点奇妙的火花。注意，我总结的万能公式又来啦！百变红糖糯米团子等于糯米粉加红糖加水或奶加叉。不用烤箱，包教包会。先让我们来做点准备工作。180克牛奶倒入锅中，小火煮沸后关火，倒入200克糯米粉烫熟，搅拌成絮状。用热牛奶和面可以让面团更加软糯，奶香更足。嫌麻烦，直接用等量开水和面也是一样的。转移到揉面垫上，用劳动人民的双手揉成光滑的团团，让它躲进保鲜袋，以防它嫩嫩的脸蛋被风干了。准备工作 B。 公式应用1：糯米粉加红糖加水或奶加花生碎等于广式糖不甩。扯1块糯米团，搓成条条，切成块块，搓得圆圆。下锅泡个热水澡，再到冷水池里清醒一下。红糖加热水煮开，丢2片传说能活血暖胃的老姜，让糯米小丸子们在一起洗个红糖浴。出浴，淋上浓浓的红糖浆，看它们这黏黏糯糯、如胶似漆的样子呀。撒上一把花生碎，超香。牙齿咬下去，迎上一股舒服的回弹，嚼起来是带节奏的。公式应用2：糯米粉加红糖加水或奶加黄豆粉等于川式糖粑粑。扯1块糯米团，按成饼饼，切成条条。入蒸锅倒点油，小火把每个面煎到金黄，滋啦滋啦。出锅，去黄豆粉里打个滚儿。像我这种黄豆粉重度爱好者，可以尽情的再撒1把，然后把刚才剩下的红糖浆淋上去，开吃。外面是喷香的脆壳，里面是绵柔的内心，配上黄豆粉的香气和红糖浆的甜蜜 ，Amazing， 好上瘾。公式应用3：糯米粉加红糖加水或奶加红豆汤等于日式年糕汤。还剩1块糯米团，找个容器，倒点油，涂得滑滑的，把糯米团整得方方的，裹上保鲜膜，上锅中小火蒸20分钟。已经是晚上12点了，考虑到我还明早5点就要醒，还是先裹上保鲜膜，放冰箱睡个觉。顺便用电饭锅的预约功能煲一锅红豆汤。早起弄完娃，拿出年糕切成块块，丢进小烤箱烤上5分钟，出炉。你不是说不用烤箱的吗？嗨，那平底锅也是一样的嘛，就是小肚子没那么鼓了。盛碗红豆汤，淋上还是没用完的红糖浆，丢进1块烤年糕。呀，这早餐太熨贴，太美妙了。
还剩一点糯米粉，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在这个知识付费的年代，是不是该点赞、投币、收藏、转发，就当做交学费啦？下面我们要对这个公式升级一下。豪华版红糖糯米团子等于糯米粉加水混奶加红糖加玉米淀粉加黄油加叉。套用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变化出能拉丝的红糖芝士糯米糍和会流心的红糖冰淇淋雪媚娘。依然先做好准备工作，20个红糖加180克热牛奶，搅和一下融化开，再加剩下的100克糯米粉、30克玉米淀粉，继续搅和，过个筛，盖上保鲜膜，注意留小口。每加热30秒，拿出来翻拌一下，4到5次之后，它们彼此就彻底混熟了。趁它们打得热乎的时候，召唤50克黄油，一番揉搓之后，你就能得到这样细腻锃亮有光泽的糯米团子。装进保鲜袋，冰镇一下，分成8个圆乎乎的小可爱。拿出一个团子，用手随意的把它按扁，做成脸皮厚的糯米糍，或者拿擀面杖把它擀开，做成脸皮薄的雪媚娘。在糯米糍的肚子里藏点芝士片和红糖，在雪媚娘的肚子里蒯上一大勺冰淇淋，从四周把面皮捏起来，再随意的把它们团起来，多出一块小揪揪，扯下来吃掉它。把糯米糍送进微波炉加热10秒，有条件的话再到椰肉里打个滚，做作的装饰上薄荷叶，开吃。哇哦！能拉丝的芝士配上微微爆浆红糖，真是自带幸福感的劲头啦！糯米糍滑糯绵软，芝士的奶香和红糖的浓香在嘴里相互交融，温温暖暖，好治愈。用可可粉给雪媚娘下一场巧克力味道的雪，轻轻切开来，又被这个流心治愈了一次。外皮又薄又弹，内馅冰冰凉凉，好过瘾。这么温柔的食物，就问有谁能拒绝？最后的最后，我家宝宝替我把配方交给你们啦。前几天我收到这样一条私信：贝果儿，微波炉能做月饼吗？美的的月饼，它要卖这个价，真是让人心疼又肉疼。好的，那么这个中秋就让我来迎接挑战，来做个微波炉低卡徒手兔兔月饼。是芋泥金沙馅的，但热量只有普通月饼的1半。模具也不用买，一根筷子、一根牙签就能搞定。先来解决第一个难点，减热量。月饼嘛，无非就是饼皮加馅料加夹心，比如馅料就可以来个无油粗粮内馅，芋头和紫薯按大概4:1的比例切片，倒点水，盖打湿的厨房纸巾，微波炉高火8分钟左右叮熟，中间记得拿出来翻动一次。出炉后加点牛奶和一丢丢炼乳滋润一下，再用叉子碾压它们，也可以选个更加趁手的工具，搅得更加细腻。贴着表面盖一层保鲜膜，放进冰箱凉快一会儿。同理，也可以把粗粮换成红薯、南瓜、土豆或者山药，按同样的手法就可以得到另一种口味的无油粗粮内馅。接着来做夹心部分，这部分的思路就是把传统月饼里蛋黄的脂肪稀释一下，一份分成8份用。将咸蛋黄稍微捣碎，过筛，加10克脱脂奶粉，10克低脂牛奶，再搞一片低脂芝士，撕小块丢进来，微波炉高火叮30秒，搅匀后低卡蛋黄流心就搞好了。如果懒得买蛋黄，也可以直接来一包无糖黑芝麻糊，加点热牛奶，调得浓稠一些，就是一份无糖芝麻流心。最后是饼皮部分，常见的月饼一般有广式皮、油酥皮、冰皮和桃山皮。广式皮和油酥皮油量爆表，桃山皮做起来又特别耗时，所以我选择跟着我们的妈妈来做一个冰皮。屏幕上的所有材料倒进大碗，搅拌均匀。蒸的部分就用微波炉代替，可以节省一大半时间。高火每叮1分钟拿出来搅一搅，大概3到4次之后，就能得到这样微微透明、黏黏糯糯的状态。趁热丢25克黄油进去，晾晾它的时候，弄点糯米粉，微波炉1分钟叮熟，待会儿的手粉就做好了。等到面团不烫手后，戴上手套，
揉它。揉好的面团白白嫩嫩、柔柔滑滑，比我家宝宝的脸还好捏。接着把这个面团大致掐成3份，给其中2份一点颜色瞧瞧。用洗衣服的手法，很快就能搓匀了。把冰皮分成25克每个的小剂子，粗粮内馅儿分成20克每个的小剂子。接下来就要攻克第2个难点了，面模具。来2颗不同颜色的冰皮球，搓成等长，切成2半，取一半搓圆，隔保鲜膜擀成薄片。1颗芋泥球捏扁，窝成小碗状，㧟1勺低卡金沙酱，包起来，再包起来，完成套娃步骤。接着拿出1根筷子、1根牙签或者一把小刀，其实呢，就是借鉴了和果子的简易做法，用这几样工具代替了三角棒和橘针。第1种花型，表面沾点薯粉，用筷子的屁股在中心戳个小坑，再用小刀背或者牙签沿着四周均匀地按出一圈纹路，揪点小面团，点缀小花蕊，哒哒。第2种花型，在第1种的基础上，再用筷子尖尖沿着每个花瓣这么一戳一推，再点缀小花蕊，哒哒。第3种花型，直接用保鲜膜把整个月饼从下往上裹起来，头顶用力拧一拧，松开来就会有自然漂亮的褶子啦。我还顺手捏了只兔兔，月饼捏得前窄后宽，用筷子戳2个耳朵，黑芝麻点缀2个眼睛，揪一丢面团，粘个小尾巴。不许说我像老鼠。终于到了品尝环节，先切一朵发发来瞧瞧。这切面，这爆浆，这拉丝，冰皮软软糯糯，嚼几下就能在口中化开。无糖无油的芋泥馅儿和冰皮的清甜配合得恰到好处，淡香浓郁的低卡夹心又让口感层次更加丰富立体起来。再挑个兔兔来庆祝中秋，中秋快乐呀！还想看我用微波炉做什么呢？来评论区报菜名吧。我居然爱上吃剩饭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困惑？为什么米饭总是一不小心就煮多了？薛定谔的剩饭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打开冰箱，看到剩饭在向我招手，眉头一皱，又犯了愁。炒饭、泡饭，哎，吃腻了没花头。不如把米饭变成甜点。最近业余时间潜心研究烘焙的 UP 主想起了有个东西叫做米布丁。上网一搜，原来这个甜点起源自神秘的中东，莎士比亚时代传入英国，之后在希腊、丹麦、瑞典等国家也非常流行。那些吉利丁系的小布丁们啊，在历史悠久的米布丁面前还不快叫爸爸。废话不多说，正片开始。先教你们一个纯真基本款米布丁，只要有剩饭和牛奶这2种原料，你就抓住了米布丁的精髓。糖这种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做一个米布丁总共分3步。第1步，1碗剩饭加3杯牛奶倒入锅中，开中火边煮边搅至浓稠。第2步，用料理棒或料理机滋打成细密的糊糊。什么？你家没有料理棒？没关系，传统米布丁就是颗粒状的牛奶粥，长这样。第3步，这种口味我喜欢吃热乎乎的，所以直接装盘开吃。不过作为一个有追求的 UP 主，我当然不会就此收手。来，放上1粒玉米，点上2滴芝麻酱，顺手把宝宝辅食版米布丁搞定，撒上1层白糖，用烤得烫烫的不锈钢勺子呲啦，没有喷枪也能做的家庭版焦糖米布丁搞定。宝宝来一口，再来一口接一口。小鸡自己来一口。
自制焦糖壳的脆香，配上浓缩过后满沫馥郁的米香和奶香，剩饭居然也能吃出这种口感，爱了爱了！作为一个有追求的美食 UP 主，我还贴心的为你们总结了一个万能米布丁公式：米布丁等于大米、小米、杂粮米、燕麦片等煮熟的粮食，加牛奶、豆奶、燕麦奶、杏仁奶等奶类，加糖，加任意 topping， 也就是俗称的浇头。套用这个公式，我又开发了2种口味：健康杂粮米布丁和抹茶燕麦米布丁。复习一下，做一个米布丁总共分几步？第一步，粮食放锅中，加3倍奶，开中火边煮边搅至浓稠。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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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加糖，用料理棒打成细腻糊糊，或者直接出锅装入容器。第三步，放入冰箱冷藏1晚。米布丁的浇头可以根据季节、喜好和你的心情自由搭配。你可以像我这样做作的撒点抹茶粉和紫薯粉，也可以随手码上家里现有的水果。开吃！冷藏过的米布丁比普通布丁更多了一份绵，比冰淇淋更多了一份糯。杂粮款里紫米和椰浆的香气配一脸，燕麦款里抹茶的微苦加上燕麦奶的独特香气，真的上头。品尝的过程，我的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熟悉感，直到吃完最后一口，终于想起来了，这不就是豆浆机版米糊吗？如果你家有豆浆机，前面的部分当我没说。小莲会说布丁吗？不对，布丁。八种。加油！做一个蛋糕，烤箱要烤半小时，蒸锅要蒸3克重，而用微波炉最快只要1分钟。秉承我一贯的良心风格，一口气为你们奉上4款。上一期说了微波炉蛋糕卷和三明治，
可能有人又要问了，可是我懒得打发鸡蛋啊。那就买1包1块半的泡打粉，准备开始做第3款微波炉3色麦芬。找一个平时喝水用的马克杯，打1个鸡蛋，再拿一把家里喝汤用的勺子，加3勺牛奶、2勺油、2勺糖、1勺可可粉、3勺面粉、1/4勺泡打粉，搅啊搅。最后可以再加点巧克力豆，此处需要一点耐心，因为面糊容易有小疙瘩，搅不开。放进微波炉，用100%的火力加热1分30秒。微波炉巧克力麦芬搞定。如果把刚才的1勺可可粉替换成等量的抹茶粉或者面粉本粉，就可以得到抹茶麦芬和原味奶香麦芬。特别建议这款快手蛋糕的最佳品尝方式是直接用勺子挖着吃。如果非要做的凹造型，很容易像我这样看到它不太雅观的小屁屁。好在经过我用水果和酸奶的一番抢救，还算是能看得过眼啦。掰开看看，有些小白点是面糊里最终也没有搅匀的小疙瘩。如果介意的话，做蛋糕糊的时候可以过个筛，吃起来是扎实中带着点蓬松的口感，跟康师傅妙福蛋糕的那个味儿有点像。想看其他几款，欢迎来我的主页看看呀。
礼貌的。